INFJ 和 INFP 匹配吗？16人格中到底谁和谁的匹配度更高？自从我开始科普 MBTI 知识以来不同人格恋爱交友的匹配度绝对是我收到过最多的问题。这期视频呢，我们就有理有据的把16人格中所有匹配的可能性都覆盖一遍。以后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在这里一键查询。那每个匹配我都会给大家一个动物的比喻。你要是忘了内容没关系你就带入这两只动物，你去相处也很 OK 的。会有一点点长，建议先收藏再看。谈论匹配度的时候，我发现大家都很喜欢从 TF、IE、JP 这种角度去对比分析，但是其实这真正对匹配度影响最大的是生活的整体模式和节奏嘛。下面我们就围绕这部分去看看不同的人格他们是怎么匹配的。当 IP 人遇见 EP 人，就像一只好奇打量世界的猫头鹰遇到了一只亲自下场去探索世界的猫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对彼此眼里的世界都很好奇。这两方的生活态度都是偏向于探索者，属于外柔内刚就是自己内在很坚定，但是对外就一般比较随性，都不是特别喜欢干涉对方的生活。因此在双方相处的时候都还是比较自在的。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会因为内外倾向不一样，让对方的世界呢，对于自己来说就会有一点像是玩游戏发现了新地图，有点忐忑，但更多的是想要去探索的欲望。那 EP 人看到 IP 人的时候，很容易就充满好奇心。哇，这个人好神秘啊，我好想多了解他一下。而 IP 人看 EP 人的时候，很容易也带着很多的憧憬。哇，他的世界看起来很精彩啊，我想多靠近他一点。这组面临最大的成长其实是反射弧 ，EP 人的反射弧相对更短、更迅速，他们可能很快就对事情做出回应，也很快的不再计较，把注意力放在新的事情上。但 IP 人的反射弧相对更长、更缓慢，但往往需要大量的时间去询问自己之后才做出明确的、自己也认可的回应，因此会在一个事情上沉浸也比较久。所以 IP 人看向 EP 人可能会有这样的误会：哎呀，他说这些事情的时候看起来很轻率耶。他真的有好好决定吗？真的往心里去了吗？好像他还挺不容易记住我说的话的。而当 EP 人看向 IP 人的时候，可能误会的方向就截然相反。他怎么突然就好像不太开心了？哎呀，当时也没有说，感觉很多事情也不怎么跟我分享，只有忍无可忍的时候才爆发。他真的和我关系很亲密吗？当 IP 人遇见 EJ 人，就像一只想要按照自己节奏吃草的羊遇见一只责任心爆炸的牧羊犬直接牧羊犬围着羊转来转去，有时候试着拱它一下，想要让羊去往它该走的方向走。那羊羊呢也不是懒惰只是希望我自己做主不想跟着羊群走。那牧羊犬该怎么办？ IP 人和 EJ 人的配对，两方的差异就很大了。IP 人往往格外的重视自己的自主权，而不太希望自己受到外界的一种胁迫，受到别人的胁迫。而 EJ 人呢，往往格外重视在外界的一种影响力和结果，甚至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忽视掉自己个人的感受和想法。因此这组配对面临最大的挑战通常就是边界感，尤其是在长期相处中， IP 人倾向于死死地守住自己的边界感，我不干涉你，你也不要干涉我而 EJ 人经常会在恋爱中把双方划到自己的边界里来，也就是默认是我们而不是我，因此也会替对方承担很多的责任，自然的也会把自己的很多责任分给对方。那 IP 人看 EJ 人可能会这样觉得：哎，你怎么自说自话的，没有很充分的尊重到我的决定？虽然你没有逼我，但是你展现出的姿态就好像有点像在逼我。而 EJ 人看 IP 人可能会这样觉得：你怎么总透露出一种不想我介入生活的感觉？明明这些是我们俩共同面对的事情呀，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你好像很想各算各的。但是他们找到了彼此都能接受的边界之后，就可以度过这段磨合期他们就可以给彼此带来巨大的能量，能够照顾到对方内心深处可以说是最脆弱的地方。因为对 EJ 人来说，他们在外坚强，但是内心对于自己往往有很多的苛责和不安，外刚内柔。而对 IP 人来说，他们虽然内在坚强，但是其实对于外面这个充满着评价体系的世界其实是非常紧张的，也就是内刚外柔这么说你们就知道了双方可能会怎么互补了。EJ 人往往会成为 IP 人在外界最坚强的保护者。你放心，你一定可以的，我很清楚外面的世界想要什么，你比你想的更优秀，去争取更多，你配得。而 IP 人往往会成为 EJ 人内心深处最温暖的港湾。是的，哪怕是 INTP 和 ISTP 也可以做到。在我的眼里，
哪怕是软弱的、犯错的你，那也是你的一部分，而你是我的爱人。当 EP 人遇见 IJ 人，就像一只城市中自由飞翔的麻雀遇到了一只年年如一、严格坚持迁徙的燕子。麻雀想带着燕子去各种没去过的地方，而燕子总是很担心，这样会错过自己的迁徙计划。那 EP 人呢，特别乐意去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的嘛，甚至会觉得新鲜感是生活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而 IJ 人又特别不喜欢事情超过预期，甚至有的 IJ 人会认为，最好的惊喜就是没有惊喜。他们往往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模式，在相处的过程中EP 人很容易觉得 IJ 人过于严肃紧张了，在很多事情上似乎非要去获得一些确定性，反而可能破坏了乐趣，平添了约束。而 IJ 人会经历很多我到底该不该为对方操心的挣扎。他们一方面很希望一切在计划之中，另一方面呢，他们确实也不是那种想强行去干预他人生活的个性。EP 人可能会觉得IJ 人太紧张了。哎呀，你这么紧张干什么？放轻松点，事情能变到哪里去呢？真出变故了，咱们一起面对吗？那 IJ 人可能只好宠溺地看着 EP 人。宝贝，我人生中最大的变数就是你呀。但是呢，如果 EP 人和 IJ 人建立了更深的信任度，他们反而可能在彼此的身上找到一种触及灵魂的共鸣。因为对 EP 人来说其实他们总有一种隐约的焦虑，因为不知道未来如何，不知道世上能抓住什么，不知道以后我还能不能这么自由自在，所以他们竭力去追求现在的快乐。就不管是对于 ENTP、ENFP 还是 ESFP、ESTP 都是一样的。而对于 IJ 人来说，他们的焦虑在于不知道生活什么时候会崩塌，所以竭尽全力的想要去把地基打好，就以防万一。所以双方的互补也会非常的奇妙。EP 人可以带着 IJ 人体会到探索新东西的乐趣，而且不止步在舒适区，而不让 IJ 人就一直保持一种老头的那种状态。不要因为担忧明天而浪费了今天呀！快，我们一起来试试，世界因为未知才精彩嘛。那 IJ 人呢，则能够带给 EP 人满满的安全感，有一种未来不用担忧的感觉。别贪心，安心去做你喜欢的事情嘛。就连这些也已经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了。当 IP 人遇见 IJ 人，就像一只独自生活习惯了和自己相处的松鼠遇到了一只行动缓慢，每次都必须要把走的路看清楚的大象。大象走得很慢，但是很踏实松鼠呢则自顾自的在周围转来转去若即若离的跟着大象。IP 人和 IJ 人就很有意思了，他们虽然都是内倾人，但是生活的舒适区也完全不一样。IP 人的世界里把我和其他人划分得很清晰，而 IJ 人则很多时候是那个在背后默默操心和付出的人，喜欢隐藏自己。在相处的过程中双方前期一般不会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两人都能藏着事情嘛。但是随着事情的积压一般是 IJ 人先觉得有些难过，会觉得 IP 人好像不太有我们的概念，很多关系也比较自顾自。IP 人呢，其实也不太理解 IJ 人的痛苦。你去做你自己就可以啦，为什么要在乎那么多？我也不需要你为了我们的关系牺牲。而 IJ 人觉得关系不应该是这样的呀，我们要为彼此都去做一些付出的。这是我们两个的事儿啊，怎么最后好像只有我自己在操心？这段关系的更进一步，往往是从 IP 人开始，慢慢的把 IJ 人当成自己人开始，有点像是原本 IP 人的舒适区内只有自己，现在多了一个人，确实责任变大了，但是也因此感受到了共同前进的这种幸福。那 IJ 人也因此体会到了 IP 人对他的爱和在意。这个时候 IJ 人就会惊喜地发现原来 IP 人上心起来竟是如此的可靠和周全。天哪，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一面，我感觉我好像有了一个新的对象，你真的帮到我好多。那 IP 人也会发现有另一个人分享自己的小世界，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那么尴尬，那么可怕，还蛮幸福的。这个那个如果真的是你想要的，我也不是不可以尽力去做了。
当 EJ 人遇见 IJ 人，就像一只号召带领其他蜜蜂的蜜蜂头头遇到了一只默默编织自己大网的蜘蛛。蜜蜂头头很想带着蜘蛛一起行动，但是蜘蛛特别希望能够一直走在自己的蛛网上，所以他一边编织网一边行动。然后蜜蜂头头啊，就是很着急。EJ 人和 IJ 人虽然都是 J 人，在生活中都是比较想要有秩序和规划的，但是 EJ 人格外的看重外界的反馈，可以说是几乎不断的在追求更进一步，去获得更多。很少有 EJ 人能够接受自己的恋爱和生活原地踏步的，总觉得要前进一点嘛。而 IJ 人对于稳定性和安全性的需求会高出很多，虽然也不是说他不在乎外界，不想要去进步，但是鲁莽和冒险可以说是他们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在相处的过程中， EJ 人和 IJ 人最容易发生分歧的事情，可能就是双方生活和关系的规划。EJ 人很想看到生活或者关系中有明确的进展。我们已经认识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要到下一个阶段了？咱们不要原地踏步嘛。IJ 人则很容易对此感到焦虑，尤其是如果本身他也缺乏亲密关系的一个经验经历。这我还没有准备好，我们之间还有很多东西要预备呢，先预备好再说，好吗？但是其实 EJ 人算是最适合去帮助 IJ 人加快一点节奏的对象了，因为 EJ 人哪怕再希望快一点，也都是有比较明确的预期方向和计划，几乎不会是想一出是一出啊，你都想象不到说这对 IJ 人来说是多么的友好。而在这个推动 IJ 人的过程中， EJ 人也被动的能够停下来去做很多的反思和体悟，而不是闷头只想着自己去达成结果。我还以为你是不乐意前进，原来你其实几乎总在考虑这个事情，把咱们的未来看得这么清楚。IJ 人会发现有些事儿按着 EJ 人的节奏走，其实 EJ 人完全 hold 得住。我发现更依赖你一点，其实真的变轻松了你愿意带着我一起前进，真是太好了。当 EJ 人遇见 EP 人，就像一只认真不断搭建大坝的河狸遇见了一只活泼好动喜欢到处钻洞的土拨鼠。这两个长得到底有什么区别？那河狸总想带着土拨鼠一起来搭建大坝，不过土拨鼠被督促了一会儿之后，可能就自己到处挖洞玩去了。还是挖洞更有意思，更加能够看到多彩的世界。EJ 人和 EP 人虽然都是 E 人，主动性上双方可能都挺不错的，交流也可能蛮透明的，这真的对一段关系的初期来说特别的有帮助。不过呢， EJ 人很习惯于去根据一个人能创造的价值去衡量人，不一定是成就，也可以是一个人是不是被人喜欢，这也是一种价值。但是 EP 人吧，又是所有人格中称得上是最洒脱的，就真的是我做什么就因为我想做，并非一定要看重说有什么价值。对于 EJ 人来说蛮容易出现一种我给了你一车香蕉，我还带你去摘香蕉，但是你喜欢葡萄，就这种感觉。我们的关系能不能继续，好像完全是取决于你是不是喜欢我，我能做的好像很有限，有一些不安呢。EP 人可能反而在关系中觉得 EJ 人管的有点多了。我们在一起不是为了让双方都更加轻松快乐吗？我知道你好心，但是用不着在一些事情上帮我，更用不着评价我。但是破局的方法真的不难，最简单的是 EJ 人去真正的参与到 EP 人做的事情之中，他不是以一个帮助者、支持者，更不是评价者的身份，而是一个参与者的身份，也一起去享受 EP 人所做的那些事情。这个时候 EJ 人提出的建议和想法会很容易被 EP 人接受，而某种意义上 EJ 人也因此获得了自己的一份保障，因为对 EP 人来说，一个能够陪着自己一起去探索世界的伙伴，那怎么舍得离开呢？ EJ 人参与后的帮助真的能够支持 EP 人去实现很多他们原本半途而废的东西。既然有想法了，那么就想办法实现它呀。我们一起来好好的谋划谋划，时间肯定安排得过来的。
而特别有冲劲，总是尝试新点子、新方向的一批人，会极大的打开 EJ 人的视野。来嘛来嘛，我们一起做做看。不做我们怎么知道结果怎么样呢？就算失败了也没有关系，我们获得了新的经历嘛。有人会问，那中间的字母呢？比如 INFP 和 INTP 虽然都是 IP 人，但是也很不一样嘛。中间字母的区别在匹配时啊，其实是会更加微观一点点的。当然我也会给大家讲解，我就用最精华的版本，可以配合上面的部分一起组合使用啊。当 S 人遇见 N 人，经常会有人在 S 人和 N 人的相处中谈论什么 S 人缺乏想象 get 不到 N 人的点，或者 N 人现实感很差丢三落四什么的，真的很扯。S 人和 N 人的相处中，影响最大的其实是时间观。S 人的时间观会很自然的优先集中在过去和现在，也就是那些已经发生的时间，而 N 人的时间观会很自然的集中在将来和长期，也就是还未发生的时间。真的，只要记住这一点 ，S 人和 N 人的关系可以避免绝大部分的矛盾，极大的增加彼此的理解。因为这种时间观的差异啊，在亲密关系中 ，S 人和 N 人容易互相觉得对方好像错过了应该去关注的这个时间轴，反而去关心自己觉得不那么重要的时间轴。那 S 人觉得这些已经发生的眼前的信息你不看，你非要去看以后的根本就看不到的信息，这也抓不住啊。眼前的生活都没过好，你怎么总问我以后啊？ N 人觉得以后会发生的和潜在的信息你不看，你非要去看以前的和现在的信息，那些都过去了，也没有太大意义啊。以后的生活没盼头，眼前好不好有啥用？那最好的解决方式是什么？很简单啊，不是说你就不能跟 S 人聊未来，也不是说你就不能跟 N 人去聊现在和过去，你都能涉及到嘛。N 人，你和 S 人沟通，想聊未来，你从过去、现在延伸到未来，不要直接从未来开始。举个例子，你和对象聊未来的期望，可以先从眼前的事情开始啊。你觉得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在现在我们这种相处方式上会有什么不同吗？ S 人，你和 N 人沟通，想要去聊过去和现在，你在过去和现在的基础上补充一些对未来的衍生嘛。举个例子，你想和对象聊，希望他现在去做的一些改变，可以先从描绘未来的蓝图开始嘛。你想象一下，我们到时候这么愉快的相处，只需要现在你做这么一点点的改变。这样不是皆大欢喜，双方都能从自己最舒适的时间轴切入，理解彼此。当 T 人遇见 F 人，最后就是喜闻乐见的 T 人和 F 人环节啊。最典型的误解就是 T 人讲理 ，F 人不讲理 ，T 人情商低 ，F 人情商高。和 S 人、N 人一样，我用最精华的方式总结啊 ，T 人和 F 人的相处中最大的差异是价值衡量的方式。T 人去衡量价值会习惯于先考虑事实价值。什么叫事实价值呢？就是谁来都一样，比赛你得第一名，地球上哪个人看到这个他都知道这是第一名，他就是第一名，除非他不认字啊，但这样不影响你还是第一名。F 人去衡量价值会习惯于去考虑道德价值。什么是道德价值呢？你欠了我一个人情，这就是最好理解的道德价值嘛。因为如果一个人他没有道德，他根本就不讲情面，他不在乎这些别人对他情感层面的这种评价，那其实他完全可以无视说我们什么都没有欠啊，你有合同吗？没有啊，拿出来有本事。这个就是道德价值。所以 T 人会觉得 F 人不去优先考虑重要的事实价值，反而去考虑次要的道德价值。你觉得自己受伤了，可是我明明就单纯的忘记了呀，我事实上根本就不是故意的。F 人会觉得 T 人不优先去考虑重要的道德价值，反而考虑次要的事实价值。是，我知道你是忘记不是故意的，可是这确实让我受到委屈了。这在情侣的相处中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是分割，一定要把事实价值和道德价值分开讨论。对于 T 人来说，你觉得自己受伤了，从事实的层面来看，我真的没有觉得你应该受伤，但是我接受你受伤的这个结果。那针对这个结果呢，我很在乎你，因为你受伤的这个结果，
我感到深深的难过和心疼。对于 F 人来说，你觉得自己没有伤害我，我不接受你认定我没理由难过这件事，但是我接受你是清白的这个解释。而且我很信任你，我相信你肯定是希望我开心和快乐的，而不是想伤害我。原先 T 人和 F 人总是要赢一个，好像要说服对方，一方对了，另一方就错了。但是做了分割之后，就变成我们都在自己的领域是正确的，双方都没有人需要去妥协，双方都可以去给彼此带来建设性的一种反馈。好，最后的最后，那有人就会问了，比如 INFJ 和 INFJ 两个一模一样的人格呢？那既然是一样的人格，从人格层面的角度，你就理解成自己和自己相处就可以了。但是每个人因为后天环境的不同，所处的成长阶段也不一样，就算是相同的人格，也会差异很大的。但这个更多的其实是要聊的是一个单个人格它的成长阶段，而不是匹配啊。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我16人格出的飞船系列。这里刷刷，你在和朋友或恋人相处中有发现什么有趣的人格差异吗？欢迎发在评论区，我也会在粉丝评论中选一些有意思的来解答。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